苏联是如何把自己作死的。1980年代初的苏联民众很容易产生这种感觉，自己经济增长越来越慢，农业效率似乎不高，消费品也没那么丰富。但打开电视一看，美国的流浪汉、失业、通胀。今天看的是资本主义的危机正在加深，明天就看美国底特律工厂又不行了，到了后天那就是美国即将崩溃。看久了以后，很容易得出一个让人无比舒服的结论：我们确实有毛病，但美国比我们病得更重。既然大家都有病，而且隔壁看起来还更严重，那我们这点问题那就不是问题。在比烂的道路上，苏联可以说是已经越走越远，而这也是苏联最危险的地方。但当时苏联对内宣传美国的问题，其实也并非子虚乌有，因为在1981到1982年的美国正经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一。1982年底，失业率冲到 10.8%。美国制造业就业从1979年的高点一路往下掉，到1982年已经少了大约270万个岗位。底特律一批汽车厂裁员，传统工业城市开始衰退，日本汽车、西欧企业不断抢美国市场。美元升值以后，美国制造业出口压力又更大。总之，彼时美国的问题是一大堆。这时候苏联宣传部门要做的工作其实特别简单，把摄像机架好就行。甚至在1981年苏联的26大上，勃列日涅夫就专门提到，苏联的26大是在1981年2月23日至3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，这是苏联当时极为重要的一场会议。因为彼时的苏联也面临着很严重的问题，但勃列日涅夫非常的乐观，他一开场就表示，过去5年总体干得不错。他说，第10个5年计划期间，国家财富增加了，生产科技潜力增强，国防能力增强，人民生活和文化水平提高，苏联各民族更加团结。然后他就开始讲美国，他说美国虽然还强，但这个体系的问题越来越严重，长期趋势对我们有利。他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10年里已经经历第3次经济衰退，而且他认为美国联邦政府的干预陷入了一个两头堵，想压通胀会让生产停滞，失业增加，想刺激生产又可能继续推动通胀，并且说过去10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人数大约翻了一番，到1980年大约有1900万失业者。而且他把科技进步和失业结合起来说，资本主义条件下，先进技术反而可能把工人赶出工厂。勃列日涅夫在大会上还谈到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竞争加剧，尤其是日本、西欧正在越来越强地挑战美国的经济地位。同时，勃列日涅夫指出，彼时美国的军工复合体，苏联宣传把它描述成军火企业、政治力量和军事集团之间形成利益关系，从军备扩张中获利。等勃列日涅夫转头开始讲苏联经济时，立即表示过去5年总体成功。讲别人的时候那是头头是道，轮到分析自身时就是总体成功，一切都在完善中前进。其实到了80年代初，苏联已经维持着一个庞大的外部关系网络，东欧要能源，古巴要石油、粮食、设备和贷款，越南需要长期支持，阿富汗的投入还在继续，军备竞赛方面又不可能突然告诉美国，你们先研究，我们歇2年。这些事情单独拿出来，好像没有哪一个能把苏联压垮。真正麻烦的是，他们每个月都来。以东欧为例，苏联长期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向东欧国家供应石油。仅1981年，东欧国家因为购买价格较低的苏联原油，就相当于少付了大约100亿美元。古巴更典型，苏联不仅给古巴供应大量石油、粮食和工业设备，还长期以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购买古巴糖，同时用优惠条件提供贷款和贸易支持。仅1981年，苏联对古巴各种经济支持和贸易优惠合计大约达到45亿美元左右。这时候你就能理解苏联一个特别尴尬的处境，经济好的时候，这些钱叫国际影响力，石油价格高的时候也确实负担得起，可一旦经济增长慢下来，这些都是固定支出。所以到80年代初，苏联真正需要解决的已经不是还有没有钱，而是有限的钱到底先拿去修家里的经济，还是继续在外面装大哥。最麻烦的是，当时不少人仍然认为好像2件事都能干，经济还能增长，石油还能卖，朋友还能养，美国自己还有一堆问题，那就再撑一撑。1983年以后，美国经济在里根的一顿猛搞后逐渐走出衰退。里根在此前可以说骂美国最狠的一个，甚至骂得比苏联还到位。到了1984年，里根甚至靠着经济复苏和美国正在回来的叙事，以压倒性优势赢得连任。苏联这边却没有出现同等程度的结构性改善。更麻烦的是，苏联之后还出现了一个特殊时期，就是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，安德罗波夫接班。1984年安德罗波夫去世，切尔年科接班。1985年切尔年科又去世，3年多时间连续更换。而经济改革最怕的就是这种状态。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，苏联才开始越来越明确地承认过去那套办法靠修修补补已经不够了，但这中间已经错过好几年的黄金改革期。与此同时，美国也越来越积极地利用苏联已经存在的压力点，在军备、技术、外围竞争等方向继续增加成本。但因果不能说反，不是美国制造了苏联经济效率低的问题，也不是美国制造了苏联农业长期的结构性困难，更不是里根按下一个按钮，苏联就自动进入倒计时。更准确的说法是，苏联自己的背包本来已经越来越沉，美国看见以后又想办法往里面多放了几块砖。其实彼时苏联内部已经很明确知道苏联经济越来越难，但它有一个很神奇的操作，就是依旧在外面把摊子越铺越大。
就在苏联越来越需要把钱和精力留在国内时，中美洲给苏联带来了一个致命诱惑。这个诱惑是尼加拉瓜。尼加拉瓜1979年上台的新政府和古巴关系密切，后来也不断获得苏联阵营的武器和支持。从莫斯科看，这算是在美国附近多了一个关系不错的新伙伴。本来苏联只是多了一个朋友，结果后来这个朋友又开始需要石油、贷款、机器、武器、顾问，而且一年比一年贵。同时，1982年，莫斯科还向尼加拉瓜承诺了大约1.63亿美元的发展项目、技术援助和紧急物资支持。1985年，苏联每天大约向尼加拉瓜提供9000桶石油。1986年，因为国际油价下降，但供油量反而增加到大约每天1.2万桶。更何况苏联当时不是只养尼加拉瓜，还有东欧、古巴、越南、阿富汗、安哥拉以及庞大的军备开支。而美国彼时就在这些地方还不断给苏联搞事情，让苏联对这些地方的控制成本不断的攀升。就在这种成本不断攀升的状态下，苏联为了面子，还要跟美国一起比拼一个传说中的星球大战。1983年3月23日，里根宣布星球大战计划，而苏联为了应对，直接又拿出一系列计划去跟进。下一期我们共同了解星球大战的竞赛。